公子请留步。公子，多谢公子刚刚出手相救，小女子无以为报。家里是做笔墨生意的，这套笔墨纸砚是家里父母准备的一点小小心意，希望公子不要嫌弃。举手之劳，万不敢收姑娘的大礼。怎么回事啊？姚公子简单的把刚刚在2个流氓手里面解救女子的经过给讲了一遍。金七一看有热闹瞧，拉着刘若水又走回去了。刘若水都无语了，他其实对于人家的事儿真的是不感兴趣的。老爷夫人，刚刚多亏公子仗义相助，小女子只是想报答一二，不然小女子心里难安。这位姐姐，你怎么知道我哥哥在这里啊？小女回家后，父母得知此事很是感激，就让小女出来碰碰运气，看能不能遇到公子。没想到小女走到这里，恰好看到公子。可是你出了这么大事，你父母还让你出门，他们都不担心的吗？瑶瑶小姑娘真的是一针见血呀，军七都给听乐了。可不是吗？正常姑娘家遇到流氓，父母居然立刻又让她单独出门了，这怎么说得过去啊？姑娘的好意我们心领了，这谢礼啊，姑娘还是拿回去吧。女子恼恨地瞪了瑶瑶一眼，然后快速地把手里的盒子往愣在原地有一些不知所措的姚公子的手里一塞。公子，小女以后就是你的人了。姚公子一阵的恶狠，他还没有来得及开口拒绝呢，从不远处冲过来3个凶神恶煞的大汉，就把他给团团围住了。小子，光天化日的，你居然敢勾引我的妹妹，你这是找死！你们待如何？说个章程出来。眼前这情况，他很快就明白过来，自家儿子是被人给仙人跳了，如今解决问题才是最重要的。你这人倒是上当，很简单，1000两银子，这事儿就这么过去。我们若是不给呢？那当然是抓你儿子去见官了，他应该是进京赶考的吧？就不知道这因勾引民女进了府衙，他还能不能参加科考啊？姚父的眸色一沉，显然这些人是早就盯上了自己的儿子，那么驱赶流氓也应该是在他们的算计。你们没有证据，证据不就在你儿子手上吗？妹子，你来说说这是怎么回事？是他说要娶我为妻的，他手上的盒子里就有我们的定情信物。姚父打开了盒子，里面除了笔墨纸砚之外，在最底下还压了一个东西。姚父把东西给拿出来，那赫然是一件女子的肚兜。姚父如同烫手山芋一般，连忙把肚兜又给丢回了盒子里。你们是想用这东西来栽赃给小儿？话不要说这么难听啊！咱们只是心疼妹妹被你儿子欺骗，想让她做点补偿而已。他们又不是第一次干了，对这种事儿他们驾轻就熟。本来为了稳妥，他们是打算在这家人拿着东西回到住处之后，他们再上门。毕竟这大街上有人看到了经过，而且随手拿着信物也说不过去啊。可是计划赶不上变化，他们不想放跑了这个肥羊，只能是当街实行计划。你们就不怕这些人证？我看谁敢给你们作证！3个大汉用阴狠的目光看向了周围的人，周围人齐齐往后退了几步。这3个男人一看就是惯犯，这种人最难缠了，他们可不想惹事上身。我作证，就是这个人面兽心的小白脸勾引了你妹妹。姚家人都愣住了，看见了没？这世道还是有公道的。就是人家赚点钱容易吗？连亲妹妹的名声都不要了，你们这么有钱，分人家点怎么了？大汉笑容脸下，总觉得这话有一些不太对味儿。你们这种为富不仁的人，就应该报官，让官府收拾你们。军七叭叭了几句，见到有巡城兵走近，出人命了！巡城兵听到他这惊天动地的叫声，连忙小跑着就奔了过来。怎么回事？人在哪儿？就他们3兄弟刚为了抢妹妹的肚兜差点没打起来，我们在这里都劝半天了，他们都不肯妥协。幸亏差爷你们来得快，不然就要闹出人命来了。懵逼的众人都噎住了。还有差爷，这姑娘跟他哥不清不楚，这算不算有违人伦？他们用不用坐牢？众人不是，你可真够损的！你放屁！你个小娘皮，再敢胡说八道，我弄死你！证据都在你手里呢，你就是不承认也不行。汉子低头，一脸懵地看着手中不知何时多出来的盒子。差爷，那盒子里就是他妹妹的肚兜，这么多人都看到了。他们兄弟3个都想霸占妹妹，为此在这里争吵不断，差点大打出手，简直是有伤风化。你看那边那位参加大考的公子和他父亲，就是看不过去他们这种有悖人伦、伤风败俗的行为，劝了几句，差点就被打了。不是差爷，是那位公子承诺娶小女为妻，后又反悔。小女子的哥哥们只是来给小女子讨个公道的。姑娘，你怎么能睁着眼睛说瞎话呀？你说那公子欺骗你的感情，那请问你们是何时认识的？又是在哪里定的情？他姓甚名谁，家是哪儿的，家里几口人，现在又住在哪里？
人家好心好意的告诉你跟哥哥在一起是有辱家风的无耻行径，却你迷途知返，悬崖勒马。你不想听就算了，也没必要为了保护你的亲哥哥们这么毁人家的清誉吧。开呀，你不信问问人家公子是何时来自京城，就知道是谁在撒谎了。这姚家人来京城也就是这1-2日，哪来的闲工夫去勾搭他呀？荀成斌其实已经相信了君妻的话，但是为了服众，他们还是上前询问了姚家父子。姚父一五一十的相告，并且提供了能够证明他们来京城时间的人证。毫无意外的，3个汉子跟那个俏丽女子被荀成斌给抓走了。兄妹苟且，这可是为世人所不容的。众位一定要在牢里好好反省自己这败德的行为哈！戏都散场了，你们还围着做什么？难不成你们是舍不得那兄妹几个，想去大牢里陪他们？众人立刻如鸟兽一般的散开了，他们可不想落得一个什么乱七八糟的名声去吃牢饭。多谢姑娘出手相助。小意思，没啥大不了的。不过姚公子今日出门是不是没看黄历啊？前有老头讹你，后有人做局坑你，这一波三折的你可真够倒霉的。姑娘看到了。见姚父姚母不明所以，姚公子简单的讲了讲差点被讹的经过。他们该说是这京城太乱了，还是自家儿子太招眼了？为什么这1个2个的就专门找他儿子霍霍呀？有句话我说了，你们可别不爱听哈。姑娘请讲。京城这地界鱼龙混杂，尤其是3年一次的大考临近，那真是连别国的奸细都有。你们没啥事儿还是少出门的好，尤其是姚公子这种看着有钱又好骗，还爱随便乱发好心的，你没点判断能力就窝在住处别出来。这京城啊，随处都有危险，大街上随便抓个人可能都能给你背个36计出来，斗不过就躲着点儿，最起码等大考过了，各路人马消停点了，你们再出来逛也不迟。还有啊，不要轻信别人，也不要随便乱发好心。当然我不是说京城都是坏人啊，但就像刚刚的事儿一样，你随便帮人的代价可能就是把自己搭进去。你若是遇到不平事，可以报官，皇上很重视大考，早就颁下诏令，大考期间不论身份高低，胆敢有寻衅滋事者一律收监。这些日子荀成斌会划分区域，每日不间断的在大街小巷巡逻，就是为了防止意外发生。区域内若出现什么意外，管辖的人连同上级都会斥责，甚至丢官罢爵，所以他们也不敢怠慢。你们也别怕惹上官司，考生进衙门，衙门都会慎重对待，没有十足的证据，他们是不敢强行扣留人的。多谢何姑娘提点。小事一桩，不值一提。我这人心善，就喜欢做好事，你们习惯就好。你说这话都不脸热的吗？你这什么眼神啊？咋的？你对本姑娘的话有意见？我告诉你，本姑娘人美心善，德厚流光，襟怀坦荡，光明磊落，锄强扶弱，古道热肠，在京城那也是美名远扬的。君妻这嘴啊又开始飘了，刘若水都不想搭理他。这家伙文采还挺好，居然想都不想的就能蹦出这么多的词儿来。不过可惜啊，这些个好词儿不适合他，尤其是最后那个美名远扬。这家伙是真不知道自己是啥名声吗？君妻留下了一句不要轻信任何人，哪怕是帮过你的人。这句让姚公子一头雾水的话，跟着刘若水就走了。看着跟刘若水吹嘘着走远的小丫头，姚父姚母均是摇头失笑。小丫头人挺好，就是有些个不着调。哟，姚老爷、姚夫人，你们这丧着脸干什么去？何姑娘，别来无恙。姚父姚母努力地扯出了一抹难看的笑容。不想笑就不要笑，怪丑的。你们这咋了？说来听听。本姑娘在京城这地界混得还是挺开的，说不定本姑娘能帮上忙呢。说实话，这一家子人品都不错，君妻对他们的印象还挺好的。没什么大事，就不麻烦何姑娘了。显然，姚父姚母并没有把君妻的话给当回事儿。有吗？那后会有期吧。君妻见人家明显有事儿，也没有再拉着人家瞎扯，几人分道扬镳。结果呢，第二天他们又碰上了，这次还是在刑部衙门的门口。男大奸商，你们这是有利可图的就是财主，没利可图的就是奸商。君妻就是这么的现实。在下与姚老爷在生意上都有来往，姚老爷家的公子出了点事，正巧在下与陈尚书见过几面，所以前来询问一下。何姑娘跟南家主认识？本姑娘是他的贵人，没有本姑娘，他可能现在还在大街上讨饭呢。姚父只以为他是在开玩笑，也没当回事儿。何姑娘怎会来刑部？一个小丫头拎着一根粗棍子，独自出现在刑部这样的地方，真的是挺稀奇的。我那个糟心的四哥被抓了进来，我来理他。不过姚公子又出了什么事儿啊？话说那位姚公子真不是一般的倒霉，几天不见，居然还进了大牢了。
玄子前2日被一起赶考的学子拉着参加了一个以文会友的诗会，结果在诗会上有2名学子莫名中毒。有人向赶考的学子投毒，这等大事儿，刑部必然是要彻查。当时在诗会上的人都有嫌疑，因此呢，也全部都被抓了起来。那什么，姚公子是不是从前就这么倒霉啊？上个街不是被人讹，就是被人算计的。参加个诗会都能变成投毒嫌犯，这可真不是一般的不幸啊！姚父干笑一声，有一些尴尬，他都不知道自家儿子自从来到京城之后，为什么会这么的倒霉？难不成他儿子跟京城犯冲啊？南家主别来无恙，陈尚书安好。你们先起开。军旗扒拉开挡在前面的南几年等人，凑到了陈尚书的面前。陈尚书好。何大小姐，您怎么来了？我四哥刚被抓进来，我来保他。陈尚书询问的看向了一旁的下属。回大人，何四少确实在我们刑部暂时关押，怎么回事？当街斗殴。你妈，大考的时候闹事，何少康这不是找死啊？把他提出来。陈尚书一声令下，下属立刻就去领人了。人家亲妹妹都来了，他还是识相一点的好。就这位，以前就是个连万岁爷都得头疼的刺头，万岁爷都拿他没办法，他还是少惹为妙。更何况今时不同往日了，人家现在那可是准穆王妃，他就更加的不敢怠慢了。何少康被领进来，抬头看到自家妹妹还没有来得及感动呢，就被妹妹手里面正在晃荡的木棍跟妹妹脸上那抹冷笑吓得哆嗦一下。妹妹。何少康结巴两，脚步不自觉地往门口挪。说输了还是赢了？军旗觉得吃不吃亏的这很重要。陈尚书和众人也是无语，突然觉得好像找到了熊孩子长歪了的原因是怎么回事啊？赢了。说说原因。就是为了正义之蟋蟀王。然后就脚底生风的窜出去了。何少康！军旗大叫一声，拎着个棍子就追上去。妹妹，四哥错了。何少康的那点功力，在军旗面前就跟个废物也差不多。你个不务正业的玩意儿！本姑娘，这到底是造了多少孽，才摊上你这么个哥来折磨我？何少康，你说你是不是不想活了？今儿当妹妹的就成全你，省得你留在这世上浪费粮食。妹妹，我再也不敢了。何少康一边跑一边求饶，那惨叫声让屋子里的人听的都觉得有一些同情他了。不一会儿，小小的军旗拎着被揍得鼻青脸肿的何少康的耳朵。陈大人，我们兄妹就先告辞了。何大小姐请便。看着何少康那模样，陈尚书心说，打架斗殴的时候何少康都没这么惨，这还不如在牢里面蹲几天呢。妹妹，你能不能给四哥留点颜面啊？你有那玩意儿？你一个为了蛐蛐打架进了大牢的人，有什么脸面可言呢？坐在屋子里的姚父有一些讶异于军旗的能力，他是说过他可以在京城混得开，可是你这一句话就在刑部衙门捞一个人出去，这混得也太开了吧？皇上，您找我有事儿？军旗不明白啊，这么忙的时候，这老爷子又想作什么妖啊？最近京城有一股势力在蠢蠢欲动，你去盯着点儿。渊正帝觉得呢，既然都已经是自己人了，这当然是要物尽其用啊。皇上，您是怎么想到我的？怎么，你还想质问朕？我哪敢啊！我就是想问问有什么好处没有。嘿，他就知道想让这臭丫头白出力，太阳打西边出来都不太可能。还有，是哪股势力啊？邪教、外贼还是外族？要说最近在京城最不安分的，除了想招募人才为己用的皇子大臣，还有琢磨着搞破坏的外族奸细，再有就是善于制造恐慌的邪教和常年在东南一带活动的奉天一族了。听说那个奉天一族很神秘，一直隐居在东南，很少出事。我倒是很好奇他们为什么选这个时候来京城。哼，好家伙，你知道的还挺详细呀。正好，那个奉天一族就交给你了，顺便那什么邪教你也看着点儿。没问题，作为大越的子民，为皇上分忧是我的本分。这丫头什么时候这么好说话了？就是有些实际问题，皇上你得给个话。人手从哪调？还有经费多少？还有那什么我个人的辛苦费啦、车马费啦，军旗杂七杂八的加了不少。渊正帝就无语啊，他就知道。何大小姐，咱们先去哪儿？鼻青脸肿的禁军统领鲁坤亦步亦趋的跟在军旗的后面问道。要说这军旗啊，那也是一个能人了，居然讨价还价的还把鲁坤给弄了过来。起初接到命令的鲁坤一听说要让他听从这么一个小丫头的调遣，他阳奉阴违的找借口磨蹭时间呢。军旗这种人见得多了，无非就是瞧不起他呗，不服他的调遣。在军旗这里不服气是吧？那就把你给揍服气了，完全就不是问题嘛。鲁坤被揍了一次之后，还是心里有那么一点的不忿，
结果就被军旗追着屁股后面又收拾了，有那么好几次。对啊，不是一次，也不是2次，哪怕鲁坤最后服的都不能再服了，也依然是被军旗从犄角旮旯里面给揪出来，又打了一顿。哎呀，鲁坤到了现在呀，都怀疑军旗一直都跟着他，不然这皇宫这么大，他为什么躲哪儿这姑奶奶都能找到他呢？你去把我四哥找出来，我去换个造型，顺便在归园客栈租俩房间。造型是什么？鲁坤不知道，但听话就对了。妹妹，军旗有一些讶异的看着他，要知道他这伪装至今除了玉墨之，还没有人看穿过呢。而何少康并不是一个精明有眼力劲儿的人，这只能够说明何少康是用心在看，他是真的很在乎这个妹妹。这一刻，军旗对于负担何少康这个累赘，突然就有一些心甘情愿起来。姚老爷，你们下楼用饭。是啊，君公子一起。姚伯父、姚伯母、姚兄、姚小姐，南兄，快请坐。正巧在下也没吃饭，伯父伯母不会嫌弃在下脸皮厚吧？这是哪里的话？蓝公子快请坐。弟姓蓝，单字硕，不知这位小公子怎么称呼？我姓君，蓝公子看着面生得很，不是这家客栈的客人吧？是，在下与姚兄前几日在大街上认识，一见如故，因此经常过来找姚兄闲话家常。希望姚兄不要怪在下打扰的好。怎么会？幸亏你经常来寻我，不然我可真是要无聊死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聊得好不热闹。看见没有？你带俩人上去找茬，然后把他腿打瘸了。妹妹，你跟他有仇啊？有仇的话，四哥给你教训他一顿，但打瘸了是不是太凶残了？你以为他要是跟我有仇，还能好端端的站在那里？少废话，你照做就成。妹妹，何少康有一些害怕，是不是我哥？是就照做，要不然就别认我这个妹妹。何少康被他的这句威胁给吓到了。行，妹妹等着，四哥这就去打断他的腿。说着，他就一副壮士断腕的模样，朝着蓝硕走了过去，帮他一把。鲁坤挥手，两个禁军从何少康的身后跟了过去。何大小姐是怀疑这个蓝硕有问题？不是怀疑，而是肯定。跟在何少康身旁的禁军趁乱一脚踢在了蓝硕的膝盖处，清脆的骨头断裂声响起，紧接着就是蓝硕的惨叫。很快的，巡城兵就把何少康和两个禁军给带走了，蓝硕也被围观的人给送到了医馆。走，去刑部。鲁统领，禁军统领天子近臣，这位怎么就出宫了？还跟着军旗来到他这儿？想必陈大人已经知道我四哥又犯事了吧？何大小姐见谅，这次何四少当街打断了一个学子的腿，这件事恐怕不能善了。陈大人误会了，本姑娘不是来保我四哥的，本姑娘是想让陈大人把事情闹大，而且是越大越好。陈尚书满脸的疑问。很快的，曲阳侯府四少爷当街打断学子的腿的事儿引起了公愤，尤其是那些和蓝硕一样赶考的学子，他们甚至组织了一个讨伐何少康的小队伍，到刑部的门口聚众，要刑部严惩何少康。这事儿的影响很大，甚至连渊正帝都给惊动了。这个孽障！父亲息怒，现在解决问题才是主要的。怎么解决？把他扫地出门？那外面的人要怎么看我们曲阳侯府？可惜没能早点跟他断绝关系。大考期间四弟做出这种事，我想他也是后悔的吧。若是他因此羞愧难当，隐绝自裁，也不是不可能。灰暗的牢房里，何少康和两个禁军刚吃下晚饭，就口吐鲜血的倒在了地上。死了没有？另外一个狱卒颤颤巍巍的手就要碰到何少康的鼻子时，一个禁军突然睁开了眼，迅速起身抓住了那个狱卒的手。紧接着10多个人走了进来，被抓了一个现行的两个狱卒，一看到刑部陈尚书出现在面前，吓得扑通一下跪在地上，大声求饶，说谁指使你们的？看来你们是不到黄河心不死了，上刑。我说，大人，我知道是曲阳侯府的管家。你们可有证据？有，他给我钱的时候，我家婆娘在场。陈尚书命人去两个狱卒的家里收买他们的银钱，两个狱卒的家眷作为知情不报的共犯，自然也会被带到衙门来。很快的，一叠银票被摆在了桌子上。何大小姐，您看。陈尚书现在是更加看不上曲阳侯一家了，娘的，就算亲儿子不争气，让他自生自灭就好了呀，还花钱买他的命，简直丧心病狂。剩下的就不麻烦陈大人了。陈尚书得了军期的话，带着人就出去了。他们不要你，不是还有你妹妹我吗？本姑娘一个顶他们一群，你可是赚了。何少康抬起了红肿的眼睛看着他，然后突然就扑过去，就好像抱住唯一的希望一样，死死地抱住了军期。毕竟只是一个10几岁的少年，这样的打击确实是有点大了。但是不让他真正的看清那一家子的冷血无情，何少康也不可能从心里面割舍对那一家子的感情。
军旗不可能让何少康顶着污名出大牢，所以何少康暂时还得在牢房里面待上几日。兰硕这2日有什么表现？他每日躺在床上，看起来很烦躁。大考在即，看来他是急了，是本姑娘给他送温暖的时候了。看到他不怀好意的笑容，鲁坤这心里面毛毛的，总觉得兰硕死期将至啊。兰公子今日可好些了？好多了，多谢君公子挂念。大夫怎么说？可能参加大考？兰硕浓眉挤到了一起，没有说话。哎呀，兰公子不要想太多，养身体要紧。大考可以下次再参加。对了，听说姚老爷要带着妻女返家了。兰公子跟姚公子和姚老爷关系这么好，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再见到。他们怎么这么快就回去？似乎是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过了。我以为他们会等姚公子大考完一起回去呢。本来是，但听说好像他们家出了点事儿，他们不得不提前回家处理。我来的时候还看到他们在收拾行囊呢。兰硕的头往下垂了垂，隐藏在被子里的手握紧。兰公子，没什么事我就不打扰了，改日我再来看你。慢着，君公子可否帮在下一个忙？兰公子请讲。这次一别，还不知道有生之年还能不能再见。我想去送送姚伯父他们，不知君公子能否帮忙？军师找来人，抬着兰硕去了客栈。姚家人看到了兰硕，军是一如既往的热情，只不过在兰硕提出单独和姚父说几句话之后，姚父突然就打消了回去的念头。怎么样啊，姚老爷？本姑娘就说你走不了吧？还请君公子解惑。姚父姚母都有一些懵了。姚父昨日接到家里来信，说生意上出了一些问题，军妻却告诉他走不了。起初他只当军妻是在开玩笑，可是今日兰硕的出现却印证了军妻的话。姚父是一个商人，敏锐的直觉告诉他们现在有危险。本公子倒想知道那家伙是用什么借口把你留下的。他说小儿有危险。鲁坤走到军妻的身边，耳语几句。你先盯着他们，不要轻举妄动。还有，那些人很危险，远远的知道他们人在哪里就行，千万不要去试图接近他们。不要紧张了，二位只要乖乖配合本公子，保证你们一家都能活着离开京城。姚父姚母，抱歉啊，他们并没有被安慰到，反而感觉浑身凉飕飕的。好了，该本公子上场了。对于他没上考场，姚父姚母也并不奇怪，这位一看就不是什么正经的考生啊。只是听他的话，二人莫名的感觉到了紧张，好像今日要发生什么大事。君公子啊，你怎么没去考试啊？本公子有比考试更重要的事要做。众人都是不以为然，你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少年，能有什么事儿比大考更加的重要？掌柜，有一大批人正朝着我们客栈这方向过来。什么人？不知道啊，都戴着刀呢，看起来像官差。是禁军？真的假的？我看过的，真是禁军。这下子众人都有一些慌了，禁军那是只属于皇上的军队，你就是再有背景那也没用啊。公子，一切准备妥当，那咱们出发吧。几位，咱们3日后再见了。军旗走出客栈，看着这些气势逼人的禁军，小手挥了挥。咱们出发，去打猎。真别说啊，他此时真的觉得自己还挺威风的，要不然完了事儿带着这些人去炸街，威风一把。还是算了吧。那个老皇帝如果知道了，肯定又得说教他。郊外一处僻静破旧的道馆里，10多个人正在道馆的院子之中盘膝而坐。院子的正中央摆放着一口巨大的鼎，鼎口处隐约有红光闪动。突然，鼎口红光大盛，一条头上长角、马脸蛇身，还长了4只大爪子的怪物从红光之中冲出来。是龙？什么龙啊？那就是一条吸食人气的恶蛟而已。你们这些凡夫俗子就是孤陋寡闻。蛟是4爪，而龙是5爪。龙的鳞片是金色的，而且龙也没有这么猥琐。我跟你说，咱们眼前这是恶蛟，又称食人蛟，专门吸食人气。军旗巴巴巴的跟旁边的人科普恶蛟的知识。鲁坤见他越说越起劲儿，显然是有一些忘乎所以了。何大小姐，咱们是不是该行动了？对了，都怪你们，差点耽误了正事儿。不是，他们冤枉，但是他们也不能喊呢。别看了，赶紧行动。军旗语罢，整个人如同一道残影一般的，眨眼就飞到了恶蛟的对面。小子，你挺能啊，不在绝地深渊待着，居然敢跑出来造杀孽，你是真不知道这人间险恶呀！今儿姑奶奶就让你知道知道，这人世间其实比绝地深渊要危险的多。说着，军旗手伸向了后脖梗处，一把泛着黑气的战镰在恶蛟惊恐的眼神里缓缓而出。你是自己过来受死啊，还是我过去解决了你？恶蛟当然是哪样都不会选，他摆动尾巴就想跑。军旗岂能让他如愿？一人一蛟大战了，也就3个回合，恶蛟就被军旗一战镰给砍到了脑袋上，哀鸣一声，身体就慢慢的消散了。
咎由自取。禁军在道馆里搜出被关押的道士，因为需要他们提供京城的消息，所以这些道士只是受了一些罪，倒是没有什么大碍。谢谢官爷，谢谢官爷。你们别光嘴上感谢呀，能不能来点实际的？说着，他做了一个熟悉的搓手指的动作。鲁坤等人都没眼看呢，他们是来除恶的，你这整的跟打劫的似的，你想怎么样啊？道士们凑吧凑吧，最后一个老道士颤颤巍巍的把3两碎银子跟10来个铜板捧到了军期的面前。真穷！看着这几个惨兮兮的道士，他招呼在场的禁军，快点把你们身上的钱都拿出来。可是怎么感觉预感不太妙啊？都愣着干什么呀？快着点儿！你们走亲戚还要带礼呢，来一趟你们不留下点东西好意思吗？禁军们都无语了，他们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别磨蹭，鲁统领，你先带个头。鲁坤踌躇着从怀里面把钱袋子给拿出来，军旗一把就给抢过去了。众禁军没办法，被军旗洗劫一空。你们这道馆没什么人气，只会越来越萧条。与其在这里死守着这破道观，你们不如去谋个营生。军旗拿人家的银子做了一件好事儿，还觉得特别有成就感。见禁军们都用幽怨的眼神看着他，你们干嘛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你们做了好事儿，就等于是积了德，多好的事儿啊！你们应该感谢本公子给你们这个机会。被打劫的敢怒不敢言的众禁军，哼，我们可真谢谢你啊！瞧你们那点出息，本公子还想着回去给你们请功，让皇上把银子补给你们呢。现在看来是不用了呀。人家挣点钱也不容易，他还真没想白拿。反正皇上那老头钱多的都花不完，就让他出血好了。再说就是借他们会儿，这些个人咋这么小气呢？一副土匪做派的军旗自个儿没说清楚，最后还埋怨人家吝啬，这就是不讲理的人的思维方式。反正不是他的错，都是你们没有领会到他的意思。众禁军一听军旗还要给他们请功，顿时又眉开眼笑起来。杨老爷、杨夫人，来接儿子呀。是，军公子这是公干。我来抓一个王八羔子。旁边的鲁坤嘴角抽了抽，跟在这位何大小姐的身边待了几日。虽然他也长了不少的见识，对他的能耐那也是钦佩的很，但就是不能习惯他有的时候这突然的有天没日的。拄着拐，脸色看着极差的蓝硕被姚公子扶着走出了考院。军旗看到他，指挥着鲁坤等人就上前拿人。王八蛋，考得怎么样啊？是不是好的一塌糊涂？是你坏了我的好事。没错，正是我这个爱国守法、爱岗敬业、尊老爱幼、侠肝义胆、乐于助人的五好公子。哼，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像你这种想靠歪门邪道取胜的人，注定不会有好下场。本公子这是替天行道。带走！救命啊！有人官官相护，要栽赃陷害，是何少康，他们都是曲阳侯府找来的人，他们想栽赃我。蓝硕的事儿，京城几乎都已经传遍了。众人听他这么一挑拨，几乎是一边倒的就站在了他这一边。咋的？你们想造反呀，还是抗官呀？来，你们过来！今儿你们要是敢动我们一下，不用等放榜，本公子能直接让你们连现在的功名都没了。有的时候，威慑比讲道理更加的管用。一句话，众学子就没了动静。你们这些人，人云亦云，盲目跟风，别人一句话你们就兴奋的跟吃了药似的，恨不能上去挠那些权贵一把。既然这么不喜欢权贵，你们还科考干什么呀？既然你们这么喜欢伸张正义，那本公子就给你们一个机会，你们谁想跟着蓝硕去衙门把这件事情弄清楚，可以站出来，本公子保证不会对你们打击报复。周围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没有人站出来，一群怂蛋。咱们走。公子，既然人抓到了，你要不就跟这些人说清楚一些。我为什么要跟他们解释？他们又干不过我。唉，突然就有一些理解万岁爷面对他的无奈了。他们毕竟是大越的栋梁，要是误会下去，影响的是大越官员的声誉，万岁爷那里也少不了被牵连。你也说了，影响的是那些当官的和皇上，又没影响我。这江山是谁的，就让谁操心去呗。军期才不管那么多呢，他没有给那个嫌弃他，还总想着抓他壮丁的老皇上找麻烦，那老皇上就得感谢他宽宏大量，他有病才会为了那个老皇上善后呢。鲁坤发愁，这姑奶奶怎么油盐不进的呢？公子，您再想想您四哥，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把误会解释清楚，您四哥不是也能挽回声誉吗？行吧，既然你们这么想知道自己为什么犯蠢，那本公子就发善心，让你们明白明白。军期拿出了4个圆牌，举到了蓝硕的面前。不用找了，这4块就是他送给你们家的那几块所谓的福牌，你们可知这圆牌是何所作？那是我的东西，你快还给我！哟，你腿好的挺快啊！众人一看，可不是吗？刚才还拄拐呢，现在这么利索，你几个意思？原来你一直在骗我们！呸！亏我们还为了你四处奔走，哼，斯文败类，活该被抓！这你们可冤枉他了。
他的腿确实是断了，而且是本公子叫人打断的。咱们先从这圆牌说起哈，这牌子的材质特殊，我想众位也应该看出来了。其实这牌子是用阿胶的皮做的。蛟龙本是同族，他们通人性，懂人言，甚至能驱使生灵，修成长生不死之身，是这天地间最为得天独厚的一类。但凡是生灵，就有善有恶，就像人一样，阿胶就是蛟族中被放逐的，拥有邪恶之灵的蛟族，他们往往会用极端的方法修炼。这圆牌本身就沾染了阿胶的邪念，再加上加持了特殊的咒语，真是谁带谁死啊！敢问君公子，他为何要害我们一家？因为你们一家皆是有福之人。姚老爷，你出生那日，你们姚家接了个大订单，让你们姚家的生意起死回生，因此你被家里人认为是福星，家里人以你的名义施粥赠药救济百姓。后来你自己做生意，也是不忘为家乡修桥铺路，捐钱捐物。所谓行善无需人见，积德自有天知。正因为这些积攒起来的善因，你往后的路才会越走越顺，越走越宽。你的财富与日俱增，同样的，你捐出的财富也是越来越多。你的夫人儿女皆是你的善举，上苍对你最大的恩赐。他们的福气虽说没有你的大，但却也不小。可以说你们一家的福气若集于一身，别说高中了，就是封侯拜相也是不在话下。你信口雌黄，谁能证明你说的是真的？那日你被一对父子讹上，后来被蓝硕解了围，其实从那日开始他就已经在设局了。姚兄，你不要听他胡言乱语。与君妻的详尽解说相比，蓝硕的话就显得很是苍白。后来我打断他的腿，也是为了找到阿胶的藏身之处。只有让他走投无路，他才能够去求那个阿胶。君妻顺着蓝硕，很快就找到了阿胶，而蓝硕的腿也痊愈了。只不过他总不能前一日还残着，后一日就活蹦乱跳吧，所以呢，他还得装装样子。或许你们不知道，他接近姚家只是冰山一角，他是为了权势地位与阿胶做交易，而他身后的阿胶却是为了吸取你们的阳气。只不过阿胶狡猾，贸然闯进去，他害怕那个阿胶跑了，所以才等到他吸取阳气的时候才动的手。你们能走到今日，与你们的坚韧脱不开关系，日复一日的苦读，再加上你们的头脑和一些运气，可以说你们的阳气比一般人要旺盛，而这些都是阿胶最好的养料。你们人越多，阳气越旺，而要把你们最大限度的聚集起来，在大考上动手最省力。众人听的是直冒冷汗，感情他们考一次试，还在鬼门关走了一遭。放心哈，君妻看他们脸色不好，还没什么诚意的安慰了一句：就算被吸了阳气，你们也不会死，顶多就是身体虚弱，精神不济，往后再难有建树。众人都无语了，意思是生不如死呗。你们不要听他胡说，他都是胡说的，他根本没证据能证明他说的这些。去，把他后背上的衣服扒下来。鲁坤在蓝硕的咒骂叫嚣声里走过去，一刀就划开了蓝硕后背的衣服，一条死气沉沉、似龙非龙的东西如雕刻在蓝硕后背上一样，映入了人们的眼里。那东西层次分明，很是逼真，就是看着呢毫无生气。大家都看看哈，这就是阿胶吸取你们阳气的阵眼。你变成阵眼进入考场，让阿胶通过你吸取考生们的阳气，作为交换，阿胶帮你夺取别人的福气，你们倒是会互惠互利。可惜啊，阿胶没了，你也活不长了。这叫什么呀？这叫天道好轮回啊！这辈子你是没机会改正了，希望你下辈子能吸取教训，重新做人。众人无语，这词儿怎么听着就这么不对劲儿呢？下辈子啥都忘了，那怎么吸取教训啊？最终，蓝硕在撕心裂肺的哭喊声里被带走了。众人皆是一副劫后余生的唏嘘声，为蓝硕也是为自己。娘的，这世道真的是好危险，中间难辨，考个试都差点没命了。他们以后还是小心点吧。君妻又立了大功，跑到渊正帝的面前要了不少的好处，他喜滋滋的就跟搭档报喜去了。你是不是忘了点什么呀？忘了什么？君妻想着他也没少捞好处啊，虽然这次的事儿跟奉天一族无关，但是他也是为渊正帝解决了大麻烦。渊正帝就是想要赖账都不行。何少轩，你妈，他还真把何少轩这个正事儿给忘了。你就继续作吧。招财翻了一个白眼，迈着个小短腿就走了，连任务都忘了。他看这家伙是玩的有一些忘形了，看来真的是不能少了自己，不然这任务指不定能不能完成呢。突然觉得自己还挺重要的招财，又把脖子给伸长了一些。妹妹，四哥跟你商量件事呗。什么事儿？我能不能
把连真也带过来啊？哦，就四哥那个通房。你怎么想到了他呀？其实四哥坐牢的那会儿，连真托人去看过我。今儿我在街上又碰上他了，他似乎过得不是很好。而且既然他成了我的人，死么我也得照顾他不是？哼，这家伙知道负责是好事儿，但是你能不能再聪明那么一点点呢？连真虽然没有卖身给曲阳侯府，但他也在侯府里面做工，其实能够随便的出曲阳侯府的。偏偏你上趟街又遇到了不能随便出府的他，你就没觉得有哪不对劲儿吗？算了，这家伙本来就一根筋，指望他能够看透那是不太可能了，还是自己出马收拾那女的吧。行，我跟刘管家说一声。何少康高兴的走了，军妻看着他的背影有一些发愁，人是跟曲阳侯府脱离了，就是往后他总不能还跟以前一样浑浑噩噩的混日子吧。军妻一边琢磨怎么收拾连真，一边往府外溜达，他还得去谋划如何收拾何少轩呢，貌似事儿还挺多的。哎呀，他就是一个劳碌命啊。姚老爷、姚夫人，你们还没走啊？这不想着难得来一次京城，四处走走看看，顺便等着放榜。何姐姐是京城人，肯定知道哪里好玩，能不能带我们四处逛逛啊？没问题，就冲你这声姐，我也要把你卖个好价钱。众人喷笑，军妻领着姚家人逛了逛京城比较有名的地方，玩累了，军妻还带他们到京城最大的戏园子歇脚。军妻跟姚家人连吹带侃的，聊得还挺热闹。突然，他眼尖的瞥到对面关系台上那几道熟悉的人影，军妻的身子一僵，有些懊恼的挠了挠头。他貌似又给忘了今天出门是要来办正事儿的。军妻啊，军妻，你这么下去可不行啊，你得把正业给搞起来呀。刘夫人好啊，刘三小姐春光满面的，可是最近有喜事发生？没有，我是为那些能高中的学子们高兴。话说京城参加这次大考的高门子弟还真不少，也不知道能不能出个前3甲。肯定能的。刘三小姐怎么知道？难道刘三小姐提前得了什么信息？我猜的。咱们京城有才学的贵公子还是很多的。确实，本姑娘看，除了曲阳侯府何少轩那个斯文败类，谁都有可能高中。那是你的三哥，何大小姐，你怎么能如此诋毁他？何三公子是你的亲哥哥，打断骨头连着筋，血缘关系是斩不断的。何大小姐，你何不放下成见，好好接纳家人呢？何大小姐，你须知生育之恩大于天，无论怎么样，曲阳侯夫妇都给了你生命，你就应该报答他们的生育之恩，而不是因为怨恨他们不肯送走何二小姐而忤逆不孝。刘若云是越说越顺溜，俨然是已经进入了军妻嫂子的角色。他觉得他将来是军妻的三嫂，教育他为人处事之道，那也是无可厚非啊。其实你们本该是最亲密的家人，可就是因为你嫉妒何二小姐得宠而搅得家宅不宁，你不觉得自己很过分吗？你这样只会把家人越推越远。听我一句劝，回去认个错。曲阳侯府的人都是心胸宽广之人，他们会原谅并接纳你的。住口！这些话是谁告诉你的？母亲，说这些个话到底是有人跟你说的，还是你自己就这么认为的？三妹，你还不快跟母亲认错？我没错，我知道你们都瞧不起我，我也讨厌你们每次明明厌恶排挤我，却一副都为我着想的那副恶心做作的嘴脸。总之我说的一点没错，是你们不敢讲真话，你们就是虚伪的人。喊完这句话，刘若云哭着就转身跑开了。他那一嗓子的动静着实不小，不少的人都朝着他们这边看过来。刘夫人此时也没有心情顾及别人了，她身子晃了晃，险些没被刘若云给气晕过去。小女言辞莽撞，望何大小姐海涵宽恕一二，本夫人回去一定会好好的惩处她。没事儿，刘夫人不必太在意，比刘三小姐过分的我都经历习惯了，她那两句真不叫什么。何大小姐大人大量，本夫人汗颜。刘夫人，您其实真不必跟刘三小姐太置气，她现在被人骗得晕头转向的，你们跟她可讲不通道理。何大小姐这是何意啊？刘二小姐可知刘大人为何要你跟着你三妹？你们可以想想，他每次的反常是因为谁？何三公子。答对了，你是说三妹她跟何三公子？刘若水不敢置信，不是他嫌弃自家三妹，而是何少轩那个人可不像是对自家三妹有意思的。而且何少轩也追过你？
君妻那眼神啊，就特别的犀利。刘若水那一会儿不可思议，一会儿生气恼怒的表情变化，可没有逃过他的法眼。他真的打过你的主意？他曾给我送过几回诗集和小物件，只是我想着有私相授受之嫌，每次都退了回去。这个道貌岸然的斯文败类，刘夫人气的是心肝疼。她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呀？这是没有骗到2女儿，改骗3女儿了。她为什么朝着刘家的女儿下手？还不是为了大考？不仅道德败坏，还心术不正。刘夫人，我觉得吧，您此时应该想想怎么让恋爱迷途知返。何少轩曾承诺过，高中状元后会娶刘三小姐为妻。刘三小姐为此不惜铤而走险，偷拿刘大人书房里的他以为与大考试题有关的东西。可是他不知道，刘大人早就防着他呢。他拿的那些东西只会成为他的罪证。刘大人忙着大考的事宜，腾不出手来处理他。可过2天一切尘埃落定，刘大人也闲下来。那刘若云就惨了。刘夫人心惊，不是担心刘若云挨罚，而是她没有想到3女儿的胆子会这么大。要知道，如果是试题出现了纰漏，刘央首当其冲便会被问责。如果查到是从他们家流出去的，那后果刘夫人打了一个冷战。刘家人的心里也冒出了丝丝寒意。刘若云这是在拿刘家全家的身家性命为他自以为的美满姻缘铺路啊！他可真是疯了。几位息怒，几位就当给我个面子，今儿在这戏园子的所有开销全免了，怎么样？你给本少爷起开！姓姚的，你别不识好歹，本少爷看上你闺女，那是你们家的福气，她跟了本少爷吃香的喝辣的，奴仆成群的伺候着，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听到他这大言不惭的话，君妻都无语了。你妈，强抢民女啊，这是！本少爷告诉你，要不是看你闺女是什么妇女能忘家，本少爷还看不上她呢。乖乖把她交出来，毕竟以后都是一家人啊，免得本少爷动手起来伤了你们就不好了。等会儿，你怎么知道她是腐女啊？外面传的呀。古代不是信息不发达吗？为什么流言传得这么快呀？都给姑奶奶滚开！也不撒泡尿照着自己什么德行？你瞧你这禽兽样，还休想人家小姑娘，你咋这么有勇气呢？我说禽兽啊，你挣脱狗链子出门之前是不是忘了拿吃食，所以才跑到外面来乱咬人啊？你爹娘也是的哈，为什么就不把链子拴紧点呢？还有你们物以类聚啊，你们咋的？人做够了，想换个活法啊？一水烂菜叶子，偏还往一起凑，你们都不嫌对方丢人现眼吗？臭丫头，你找死是不是？你知道爷是谁吗？啊，得罪了爷，也让你一家子在这京城都混不下去。对，赶紧给我们磕头赔罪，不然让你横着出这戏园子。呵，你们挺狂啊！来，你们过来，姑奶奶倒想知道咱们谁先横着出去。臭丫头，你既然找死，那爷几个就成全你。三角眼就招呼随从，就收拾军妻。姚家父子见状，连忙上前阻拦，结果被凶恶的随从给了几下子。军妻把姚家父子这俩碍事儿的给扒拉到了一边，然后往前走了2步，直接就把那些随从的手给卸了。三角眼几个公子哥见军妻朝他们走过来，均是被吓得一边往后退，一边色厉内荏的叫嚣：你站住！我告诉你啊，我姑姑那可是顺妃，你要伤了我，皇上姑父不会放过你的。军妻一噎，感情是仗着那个老皇上的事才会如此的嚣张跋扈啊！现在知道罢了，爷告诉你，别说你这种贱民，就是统领几十万兵马的魔王，见了爷那都得绕道走。你确定他是绕道走，而不是从你的尸体上踩过去？你别不信啊，前几天爷把他的七舅打得哭爹喊娘的，他还不是连个屁都不敢放，这就证明啊，他也怕爷。七舅，他的兄长哪个？想到前些日子因为打架被抓，还要劳动他亲自去捞人的何少康，军妻眼睛就眯了眯。所以你就是那个跟我四哥抢蛐蛐的王八蛋？你是？自我介绍一下，本姑娘姓何，名君妻。怎么样，是不是很惊喜啊？现在还要不要本姑娘下跪啊？你说你是何君妻，谁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的？没关系，咱们可以找人求证。这京城能够证明他身份的人是一抓一大把，就看这位敢不敢了。就算你是何君妻又怎样？你要是敢对爷动手，皇上也不会饶了你。那咱们就看看皇上到底会不会饶了我。语罢，军妻也不再跟他废话了。惨叫声划破了戏园子的上空，看戏的这下子是真看了一出大戏，一个小姑娘收拾的一群的人哭爹喊娘的，这可比戏好看多了。那不是顺妃那个不务正业、欺男霸女的侄子吗？
哎呀，就是他，这下遇到硬茬子了，真是报应。这小姑娘是谁呀？她不怕顺妃报复吗？管他呢，反正跟咱们没关系，咱们只管看戏就行。说真的，你们有没有很解气的感觉？有啊，怎么没有？我觉得今儿回去啊，能多吃2碗饭。军期打了人，这衙门呢是免不了走上一趟。姚家人看着被衙差带走的军期，焦急不已。姚老爷子也赶紧去托关系找门路的捞人了。得知军期身陷囹圄，徐阳侯等人又紧急聚在一块儿，商量一下要不要去救人。有人赞成去捞人的，觉得呢可以趁机缓和与军期的关系；有人想要观望，看莫王的态度再做决定；还有人说要给军期一点教训，让他在大牢里面受一些罪，然后再去救他，这样既能够让军期明白娘家的重要性，又能敲打他。可还没等他们商量出个结果呢，那边玉墨之就已经亲自把军期从刑部给带出来了。转天，军期想起了姚家人，觉得还是得跟他们说一声的好。以姚家人的为人，肯定会想方设法的救他，那到时候肯定是白花钱呢。咋了这是？是小女，她被李家的人给带走了。什么时候的事？今儿早上，李家带了好些人过来，打伤了老爷跟犬子，然后把小女给抢了过去，卸下犬子就报官了，老爷也去救人了。好姑娘，我知道你有些门道，求求你救救小女吧。姚夫人扑通一声就跪倒在军期的面前，把军期给吓了一跳。姚夫人，你等着，我这就去上门要人。那些王八蛋，看姑奶奶怎么收拾他们！军期气冲冲地走出了客栈，来到莫王府，他拉了200来号人，然后就杀气腾腾地带着他们杀到了李家的大门口。看到这么多人上门，别说是姚公子和衙差了，就连李家人都懵了。扒拉开门口的衙差，踹飞了挡路的李家下人，军期带人就闯进去了，去把李家给姑奶奶砸了。军期一声令下，侍卫们马上散开。很快的，李府就传来了惊天动地的打砸声和喊叫声。最后军期走的时候，还让人把李家的库房给撬了，库房里的东西被撒到了大街上，引起了很多人的哄抢。因为动静闹得很大，片刻功夫，李家就成了京城名人。得到消息的顺妃去找渊正帝告状，可是他晚了一步，玉墨之已经先一步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了渊正帝。就连李家7男8女仗着顺妃的事儿为非作歹的证据，玉墨之都给他准备好了。顺妃还没开口呢，渊正帝就把证据甩到了他的脸上。顺妃也因此被降了妃位，变成了嫔，更是被渊正帝好一顿的斥责。李家还顺带被抄了家。顺妃真的是恨死娘家人了。本来大侄子被打，跑到他面前告状，他得知玉墨之亲自到刑部捞人，因此也没敢轻举妄动。可是他没有想到，李家竟然还敢凑上去招惹那位准莫王妃啊！经此一事，众人也看出来了，莫王就是一个护短的，他那个准王妃是一个野蛮的，军期为非作歹。这话呢，似乎是有一些过了。他顶多也就是横行霸道了一些，还有不太好惹，也算不上太坏。最主要的是他那个不问是非的准夫婿，好家伙，媳妇儿在前面冲锋陷阵，他搁后面给他撑腰带扫尾的，要不要这么称职啊？此一别，还不知能不能再见。你帮了我们这么多，我们也不知道能有什么东西拿得出手来感谢你的，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希望你不要嫌弃。不嫌弃，怎么会嫌弃呢？这姚家人真会做人呢。何姐姐再见，何姐姐，我有时间再来找你玩。姚小丫头依依不舍地被母亲给拉上了马车。哎呀，瞧我这记性，都忘了问何姑娘是哪家人了。我还想着回去给她寄些好东西呢，这都不知道是谁家的，那往哪儿寄啊？你就别瞎操心了，人家能看上你那点东西。听你这意思，难不成何姑娘还有什么大来头？曲阳侯府大小姐，咱们大越的杀神，莫王的准王妃，你说来头大不大？你没弄错吧？他带着莫王府的侍卫，把李家砸了个稀巴烂，还把4妃之一的顺妃给拉下了马。这满城风雨的，我怎么可能弄错？为夫后来打听才知道，京城的人都知道他的大名，也就咱们外地来的不知道。姚父觉得那小丫头混得满京城就没有不知道的，那真不是一般的能耐。切身觉得何姑娘不是轻视别人的人，总之人家帮了咱们这么大的忙，切身回去准备一些东西，那也是应该的呀。到时候寄东西往莫王府寄，
可别记错了地方。姚母不明所以地看着他。何大小姐跟曲阳侯府关系不睦，满京城无人不知。接着，姚父就把打听到的君妻从小被偷换，在仇人家里面受苦受罪，后来曲阳侯府还养着仇人的女儿，对他颇为苛待的事情给讲了一遍。姚小丫头听到君妻受过这么多的苦，还忍不住的哭起来。姚母也是唏嘘不已，这更加坚定了她要给君妻多多送好东西的决心。曲阳侯府那些人没有人心，他可是有良心的。何三公子，春桃，几日不见，本公子甚是挂念，你可曾想念本公子？何少轩的声音那仿佛是含着无尽的温柔，让刘夫人听了都觉得心里面酥酥的。这个何少轩那真是一块做鸭子的好料啊！何三公子就知道打趣奴婢。小春桃，你须知，只有本公子娶了你家小姐，本公子才能名正言顺的把你留在身边。奴婢都明白，三公子尽管放心，春桃一定会让小姐乖乖听话的。刘夫人回府之后，马上就找到了刘央。刘央没想到何少轩得了这么大的教训还不肯消停，那也是气得不轻。本夫人这就去处置了那个贱婢。不忙，我倒想看看若云会怎么选。如果刘若云真的因为几句挑唆之言就害他们这些个亲人，那刘若云也没有留下的必要了。刘大人，你这个不行，光等着被算计哪行啊？你得拿出你在官场上那些卑鄙、阴险又毒辣的手段，把何少轩彻底打入地狱，让他身败名裂、臭名远扬，最好让他一无所有，要饭都没人给，饿死他。刘央和刘夫人都无语了，要不要这么仇深似海啊？怎么样？可有见到何三公子？见到了。他怎么说？何三公子说。他说什么？你快说呀！何三公子说他不能娶你。你没说我不介意他没中衣甲吗？奴婢说了。春桃眼中一闪而逝的鄙夷，可面上却是一副替刘若云难过的样子。可是何三公子说不是因为这个。那是为什么？是，哎呀，小姐你就别问了，总之何三公子都是为了你好。他这话呀更是让刘若云心急如焚。你快说，不然本小姐就把你赶走。好小姐，奴婢生是小姐的人，死是小姐的鬼，你可别赶奴婢走。那你还不快说？好，奴婢说是因为二小姐。跟二姐有什么关系啊？小姐你也知道，何三公子在京城那是出了名的文采斐然，他本来是能够中衣甲的，可就是因为老爷要打压他才仅仅只得了一个3甲。可怜何三公子即便这样也不愿跟老爷计较，因为他说老爷是您的父亲，他不能够伤害老爷。父亲为什么要打压他？刘若云满头雾水，因为何三公子拒绝了二小姐。原来大考之前，二小姐就向何三公子表明了心意，希望何三公子高中之后能够娶她为妻。可何三公子喜欢的是您，当然也就拒绝了他。当时二小姐被拒绝，恼羞成怒，就找老爷告状。老爷却威胁何三公子，若是不从，就让他名落孙山。要知道，老爷可是统管大考的官员，让一个人落榜轻而易举。即便是这样，何三公子还是没有同意。而且当时何三公子趁机跟老爷提了心愿您，要娶您为妻。可是老爷说您处处不如二小姐，二小姐才是他的掌中宝，他绝对不能够让您抢了二小姐喜欢的人，除非二小姐不要何三公子，不然老爷就算把您嫁给平民百姓，也不会让何三公子娶您的。刘若云听到春桃这么说，白着脸身子就是一软，跌坐在了椅子上。春桃见刘若云这么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样，就知道她已经相信了自己的话。何三公子虽然生气老爷如此的作践您，但他毕竟是外人，也没有办法护着您。后来大考，您本来已经把大部分的答案都交给了何三公子，再加上何三公子的文采，他为什么只得了一个3甲呢？就是因为老爷从中作梗。老爷本来是想要让何三公子连3甲都中不了的，可是因为何三公子答得太好了，他就算是再昧着良心，也没有办法在众阅卷官的面前把何三公子给刷下来。其实如果没有老爷，何三公子便是板上钉钉的状元，那现在说不定小姐就已经是准状元夫人了。可是何三公子说这些事儿不能够让您知道，免得您伤心难过。他告诉奴婢这些，就是为了让奴婢在您的身边提防老爷和二小姐，免得您稀里糊涂的被老爷和二小姐给坑害了。这不是真的，爹爹不可能这么对我。小姐，您怎么就这么糊涂啊？您看平时老爷经常都夸赞二小姐，哪次见到二小姐不是很开心的样子啊？可是见到您呢，不都是板着脸吗？其实刘央真的对他们是一视同仁，只不过刘若水大方健谈又有才学，跟他这个父亲说话那也是有条有理，让他挺满意的。反观刘若云，没几句话不说，还
总低着个脑袋，难不成刘央还得特别真诚的笑着夸他2句啊？刘央也看得开，女孩子嘛，出色当然好，不出色也没关系，反正有家里面顶着呢，将来嫁出去也不会受欺负。怎么了若云？听下人说你今天一天都没有进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就是有些没胃口，多少还是要吃点东西，不然身体会受不了的。待会儿娘让厨房给你做一些你平日里爱吃的吃食。娘，你们是不是更喜欢二姐？你怎么会这么想呢？你和若水都是娘亲生的，哪有更喜欢一说呀？娘，若是有一天我和二姐喜欢了同一个人，你会向着二姐还是我？刘夫人脸色难看，她知道刘若云的意思，其实呢就是想知道她会不会成全她跟何少轩。娘谁都不像，若云，你要记住，你跟若水是嫡亲的姐妹，若是有人敢出现破坏你们姐妹的关系，娘只会让她竹篮打水一场空罢了。刘若云定定地看着刘夫人，心中升起了怨恨。既然父亲知道他跟何三公子的事情，那么母亲一定知道。她也明白自己这话的意思，母亲明明知道自己和何三公子是两情相悦，可还是为了二姐要拆散他们，甚至还打着姐妹的旗号让她放弃。若真的是姐妹情深，他们为什么就不成全自己呢？果然呢，刘若水才是他们喜欢的女儿，自己什么都不是。刘夫人也看到了三女儿眼中的怨，她心中悲凉又无可奈何，只希望这个女儿不要做出让自己万劫不复的举动。小姐，不好了！小姐，奴婢刚刚路过花园，偷听到夫人和二小姐说何三公子不识相，宁愿要您这样的，宁愿要您这样的货色，也不要二小姐，这是在羞辱二小姐。所以老爷要给何三公子一个大教训，让他永远都翻不了身。什么教训啊？说是要找人去废了何三公子的手，让他再也拿不了笔。这可如何是好？哎呀，小姐，你还不赶紧想办法去通知何三公子吗？对，我要告诉他，我要救他。刘若云在春桃的掩护下从后门出了府，刚刚到和何少轩相约的地点，他就见到一群人围着何少轩打。眼见一个人掏出了刀子，正要割上何少轩的手腕，他大喊一声，不管不顾的就冲了上去。真爱啊，真爱，这看得我都感动了。刘夫人，您要不成全他俩得了。此时的刘夫人也没有心思理会君妻的挖苦，她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娇养长大的女儿，就犹如疯子一样的大喊大叫，拼死挡在何少轩的身前，为此还被那群人给扇了2巴掌。那群人骂骂咧咧地离去了。刘若云顾不得自己，只是一个劲儿地查看着何少轩的伤势。何少轩也装模作样的做出了紧张刘若云的样子，这不知情呢，还以为他们是情深似海的苦蜜鸳鸯呢。这苦肉计演的就非常的成功，连君妻看的哎呀，都想要让他变成是真的。刘央收贿受贿啊，被亲女给告上了衙门。刘若云也成为了继君妻之后又一个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人。难道他不知道刘央如果倒了，他就啥都不是了？还是这大家小姐做够了，抽风想体验一下人间疾苦啊？刘若云这是女告妇，也属于是民告官，她也需要挨上30板子。刘央求情，免了他那30板子。刘央不是心软，而是想最后全了这份父女之情。他知道过了今日，这个女儿就没了，说不上有多么的撕心裂肺，但心痛却不少。面对刘央的求情，刘若云反而以为这个虚伪的父亲是在对他妥协，想要让他手下留情呢。刘若云觉得自己这心里啊真的是万分的舒畅，为自己这么多年被薄待出了一口气，也能够为捍卫自己伟大的爱情而感觉到骄傲。刘若云交代了刘央藏在书房里的行贿受贿的这个账册，并且指出刘央利用大考买卖考题谋取私利。陈尚书命人前去刘家搜查，还真搜出了这些个东西，只不过这不是刘央作奸犯科的证据，而是何少轩做绝谋害刘央的证据。什么证据啊？一封信，信上的威胁之意非常的明显，言明如果刘央不让他在大考之中名列1甲，他就毁了刘若云，并且让刘央身败名裂。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何少轩自然是要上堂证明清白。何少轩没有想到居然会牵扯到他，不过他也不慌，因为他自认做得非常的干净，一切都是刘若云干的，他只是给刘若云出了主意跟假的证据而已，别人找不到证据就不能把他怎么样啊。自己亲女儿背叛是什么滋味？这次即便扳不倒你，也能让你们刘家成为京城的笑柄。
刘央冷笑，他对陈尚书提出请出人证。何少轩的心里面跳了一下，因为他不确定自己跟刘若云见面有没有被人给看见。可是转念一想，只要自己不承认，即便有人证，那又怎么样呢？难不成他就不能倒打一耙，说那个人证是刘洋收买的？想到此处，何少轩又稳住了心神。只是当他看到上堂的人时，脑子嗡的一声，因为上堂作证的乃是帝师方坤方老太傅。方老太傅的威望怎么说呢？那差不多就跟皇上他爹那样的高度一样，无人能够望其项背。方老太傅详细讲述了他听到何少轩蛊惑刘若云的话，以及看到何少轩是如何把那些所谓的证据交给刘若云的经过。就连刘若云今日上堂的那些话，方老太傅都指出乃是何少轩所教。何少轩这下子被锤的是死死的，连挣扎一下都不行。最终何少轩以陷害朝臣的罪名被投入了大牢，而刘若云则是被刘央给带了回去。本来刘若云是同谋，也是要入狱的，但他和刘央是父女，刘央不追究，牢狱之灾自然也就免了。瞥到那个朝他挥手的小丫头，方老太傅颇为好笑，谁能想到就是身体不适，找这丫头过来瞧瞧，就被抓了一个壮丁呢。要说呀，这军器也真是够尖的。方老太傅找他瞧身体，他就物尽其用的顺手拉着方老太傅去给何少轩挖坑。何少轩和刘若云接头，他就带着方老太傅去偷听。反正这老头闲着也是闲着，军期是一点都没有不好意思，所以方老太傅在堂上的话，那是一点的假都没有掺，都是他亲耳所听，亲眼所见。有这位老爷子的话在，何少轩那是不可能翻身了。可以说整件事儿里面最懵的就是刘若云，都已经到家了，他都没有反应过来事情怎么会发展成这个样子。想象中他应该是让刘家为对他和何少轩所做出的一切付出代价，然后开开心心的嫁给何少轩，成为刘家所有人都需要仰望的最幸福的那个人。可是为什么现在刘家一点事儿都没有，何少轩反而是锒铛入狱了呢？现在可怎么办呢？心乱如麻，不知该如何是好的刘若云进了府，就见到了被活活打死的春桃，他吓得直接就跌坐在了地上。可以说刘若云长这么大是第一次这么直观的面对这么血腥的场面。以往考虑到他胆子小，惩罚下人都避着他，这次却没有人再为他考虑了。你是想去家庙，还是想脱离刘家？去家庙常伴青灯古佛，不得出，离开刘家，自此你就跟刘家毫无关系。你是生是死，是好是坏，我们都不会再过问，你选一个吧。刘若云恍恍惚惚地看着面容冷冽的父亲，哭哭啼啼的母亲，目光悲伤却只是沉默的兄弟姐妹。他不知为何脱口而出了离开两个字。刘若云一个人走在大街上，他不知道自己要去哪，也不知道往后该怎么走，只是他不自觉的就走到了曲阳侯府的大门口，望着大门，他犹豫了一会儿，然后就走过去敲响了大门。曲阳侯考虑到刘若云或许还有用处，所以就把他留下来交给了宋倩如。当宋倩如得知他被赶出家门走投无路的时候，面上的厌恶之色简直连掩饰都不掩饰了。就是这个女人害得他最有出息的儿子声名尽毁，身陷囹圄，他还没找这个女人算账呢，他就自己送上门来了。自此刘若云就成为了宋倩如的出气筒，非打即骂，好不凄惨。刘若云如今是无家可归，也只能咬牙忍着。他想着他的何三公子出来就好了，可他却不知道何少轩出来之后的日子才是他真正的噩梦啊。何少轩有了案底，被剥夺了功名，以后都不能入官场了，这个儿子也废了。曲阳侯捶胸顿足，简直要难过死了。他本来也不打算管何少轩了，可是何少轩可不是一根肠子通到底的何少康，他早就接触了曲阳侯府的事务，也知道他爹的一些隐秘，被何少轩威胁，曲阳侯就算不想救他出来那都不行。曲阳侯上下打点，又是求人又是花钱的，这才把何少轩从大牢里面给捞了出来。当然军情如果不松口的话，他也出不来。何小姐，您为何要帮他出来？这家伙又出力又找人的，好不容易才把何少轩给弄进去。刘若水不明白军期为什么要多此一举呢？难道心软了？在刘若水看来，那个渣男就应该死在大牢里。